他拥有中产父母能想象的一切：名校、履历、资源、保护。但一件谁也没算到的是，把这一切清零了。你能安排一切，唯独安排不了那个接棒的人。我们算尽了优秀，却从没把意外算进去。你会说那是命，那是运不好。古人也怕命怕运，他们的办法是多生，生7、8个，走掉几个，还剩几个，总有一个接得上。多生是几千年来人对抗传不下去唯一的保险。今天我们少子化，把这份保险退了。400年前，福建松原村魏氏家族169个成年男子，到1917年，只有13%留下了直系后代，86%断了。这个村子封闭，没受过战乱，是在太平日子里慢慢断的。连留一个后代这种最低限度的传承，胜率只有13%。而现代人想传的早就不只是血脉了，是阶层，是体面，是我这一生挣到的位置。我们倾尽一生想传下去的，到底传得下去吗？不同位置的人传给下一代的方式不一样。富人传的是资本，不需要孩子重新竞争。最底下的人几乎没有可传的，孩子大概率留在原地。中产没有可过户的资产，只能让孩子重新赢一次。房子要赌时机，何况现在他自己都在跌。生意、创业，九死一生。这条路曾经真的管用，韩国的工业化、半导体，靠的就是这套系统筛出来的人。可问题是，曾经这2个字是所有中产最怕听到的。好小学、好中学、好大学，花钱补习就能提分，全社会都认。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压住教育，让孩子重新考一次，再赢一次。那么中产压教育压的到底是什么？不只是分数，是一份安心，是一份我做了最稳、最不会错的那件事的安心。全世界的中产做着同一件事，而这件事被推到极致的地方是这里。江南3区的高中送出了韩国顶尖大学1/8的新生。鸡娃是真的管用，也正因为它管用，这里没有一个母亲敢停下来。他们是全家的教育经理人，排课表、跑说明会、知情报网。父亲在这套系统里只剩一个功能：出钱。我还是不知道够不够。我总担心别人做得更多、更聪明。教育这件事对我来说充满痛苦。母亲压上的是时间，有一种家庭压上的是整个家。韩国有一个词“大雁爸爸”，母亲带着孩子飞去英语国家读书，父亲独自留在韩国挣钱。这不是穷人的故事，他们是教授、企业家、医生、律师、高管。越是体面的中产，越走这条路。每年大约2万个家庭这样把自己拆开。2013年，一位大雁父亲没能撑住，他留下一封信，信里没有抱怨，只有一句：我很抱歉，我没能再保护好你们母女，请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。一个用尽自己的人，临终想的还是替女儿守住最后一点体面。韩国人给这些父亲分了类，飞得起的叫老鹰爸爸，连一张机票钱都凑不出，只能在国内远远望着的叫企鹅爸爸。区别是，前者牺牲得起，后者牺牲到死。个体拼到一个家散掉都没能停下来，那国家摁得住吗？
1969年取消小升初，1974年高中平准化，按住址随机分配，名校一夜消失。考试可取消，想赢的心取消不了，竞争转入校外补习。1980年严禁补习，稽查队上门，但补习沉入地下，课在公寓里，深夜里上，价格更高了。富人玩得起，穷人连门都找不到了。站出来反对禁令的不是富人，是穷人，他们要的是重新拥有补习的权利。2000年，宪法法院判定禁令违宪，理由是它侵犯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和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连国家强制力20年后也只能收回。最讽刺的是，国家自己拆了自己。为了开发江南那片荒地，政府把江北的精英高中整体迁了过去，中产追着名校搬家，那些被政策打掉的名校在江南复活了。政府能禁考试、禁补习，禁不掉每个家庭想往上送一格的本能。一个母亲不敢停，一个家庭散到死，一个国家摁不住。所有人都在拼命往前跑，可这条路通向哪里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鸡娃确实有用。2024年 SKY 3大全体新生，有1/8来自江南3区的高中。所有人都看到了它有用，于是所有人都投。成本一起涨，席位没有变，塔尖永远只装得下那么多人。那中产没有往上的路吗？有。真正能跃升的路，从来不是鸡娃，是冒险、创业、压一个新行业，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。赢翻天覆地，输血本无归，而且输的概率远大于赢。可中产不敢走那一跃，不是胆小，是背后没有安全网。在一个输了就没人接的社会里，不敢赌，恰恰是最清醒、最负责的选择。求变容易塌，求稳真的就稳了吗？2028年的高考，韩国又改了，简化评分，合并选考科目，放弃高阶数学，本意是想给学生松绑，但一松绑，精英高中成绩注水，校内评价失去公信力。没人敢相信软的、多元的评价，越主观的标准越容易被操作。全国统一张卷，机器判分，谁也作弊不了的考试。只有这把尺子不跟你商量，也不认你的钱和关系。中产这些年砸下去的钱和时间，买的正是这些软的东西：课外活动、竞赛、面试、人脉。尺子一硬，这部分优势归零。但没有人注意到墙后面的路正在变化。经济学里有一个词叫劳动力极化，技术正在掏空标准化、流程化、中等认知的工作。多数中产的工作，会计、法务、翻译、中层管理，正属于这一层，是最先要被 AI 替掉的。这套系统确实筛出了极少数真正有创造力的人，但问题在于比例。为了筛出那极少数，它让剩下的绝大多数人花了10几年练成了一种中游熟练度，把标准流程做到滚瓜烂熟，把题型刷成肌肉记忆。而这一段恰恰是 AI 最先接手的，用最公平的那把尺子，越来越精确的去筛选一种正在过期的能力。你会说，我只想守住我这一代，别在我手里跌下去就够了。这话藏着一个假设，远的我管不了，但我这一代是我能守住的。可你看到的这一切，讲的就是你这一代要面对的事。你花了20年走完的路， AI 用2年走了大半段。你花一辈子买来的稳，正在成为过去的东西。不是你不尽责，是你想守护的那一代刚好撞上了这一切。400年前，福建松原村魏氏家族，169个成年男子，267年后86%绝嗣。孩子能不能平安长大，大半是天意。古人知道这件事不全由自己，只能认命。今天孩子几乎都能平安长大了，
可香火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断，变的是缘由，不变的是那条铁律。现代人以为可以用努力把天命换掉，只要进对的学校做对的投入，结果就能握在手里，这就是这场竞赛的信仰。你也许会反驳我，可我身边就有寒门苦读一举改命的孩子。有，确实有，但你仔细看那个孩子靠的，真是疯狂竞争吗？他靠的是一种你复制不了的东西，某种罕见的天赋，某种内生的驱动力。你能学他的拼，学不到他那个东西，你复制的恰恰是没用的那部分。现代人最大的错觉是把天命的功劳记在了努力的账上。几十年前的韩国，一张文凭就能让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城市，成为医生，成为官员，成为新的精英阶层，能让一个人往上跳一整个阶层。而今天，同样的拼命，同样的投入，只能让他不那么快的掉下去。同一把武器，从能让你向上跃升，贬值成了只能帮你勉强守住。而那真正的一跃，你不敢。还有那个天赋，你买不到，也积不出来。你能做的是看清那条线，哪些在你手里，哪些从来就不在。